那麻烦各位等待一下。不管是画面。对，现在就一个。好，我们现在应该顺利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就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一个课程部分来。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借由我工作中比较常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这边也会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专利的制度。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桌上的讲义的部分。好，那今天参与的一些人呢，好像都是有部分人都是制裁领域方面的先进啊。那所以这些制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就是当作是交流一下工作上的一些情况跟经验这样子。好，那当然开始之前呢，我们要不能免俗的介绍一下我的赞助厂商，就是我们公司。那这边介绍呢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许家华律师。那当然可能后面跟今天的课题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会尽量快速然后不敷衍的介绍过去。那许律师呢，他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那他同时也是有中国代理人的考试的资格。那另外，他本身并不是纯粹的法律念上，他其实是有理工方面的背景，也当过专利的工程师，那之后才考上律师，从事这方面的行业。所以说，不管是技术上的一些实务方面，或是法律部分的议题，他都非常的了解。那接下来介绍我们公司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员。那李义传李律师呢，他同样也有中国代理人的资格，那他同时也是我们法律所的所长。那彭龙具代理人呢，他是美国的专利代理人。那另外一个是严国检严顾问呢，他是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他不仅具有代理人的资格，那他之前也是审查委员这样子。那所以从这一些成员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公司呢其实处理的就是包含智慧财产权方面所有的这些内容，就是专利、商标、著作权，那还有就是法务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有关职务方面的制裁的这些问题。那一般来说，职务专利呢，目前台湾是还没有开放，是透过品种权的方式去做保护的。那像美国或日本、韩国，他们是有职务专利这方面的这些保护的措施。那所以我们公司呢，也有在负责这方面的一些事项。好，那这个是我们公司就是一些合作伙伴的部分，就是部分的一些客户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本身呢是我们公司的专利部的主任，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有超过15年的时间了。那所以说我会针对我工作上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或是实务上有一些事情这一些部分呢，跟大家去做个分享这样子。那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讲座的开头部分，就是我需要申请专利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工作的过程中非常常会被询问到，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一些新创公司的老板。那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能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少，因为对大公司的研发人员，他要不要申请专利，可能取决于他自己公司是有制定一些 KPI 或者是一些公司奖金的部分。那大公司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些商业上的模式的，但是对于个人或者是新创公司比较小型的企业来说，要不要申请专利，的确是他们会很常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他们会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于都是以结果论来看，就是这个专利到底
能不能带给我获利。那他们会想从这样的方式去决定说是不是需要申请专利。但是很可惜，我们都不是先知，也不会算命，所以呢，要不要申请专利这件事情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假设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那它所产生出来的一些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承担？首先呢，创新者呢，大致上都会遇到这样的2个情况。第一个对创新者来说就是像噩梦一样，就是他的创新的技术呢是被仿冒的。那被仿冒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一，它的产品呢，它的独特性跟差异性是会被削弱的，因为对于用户来说，或是对于一些客户来说，他不见得需要跟你去买这个东西，因为别人也可以再去做一样的东西。那对消费者来说，他要考量的就不见得是一定要跟你买，他可能会考量到他的一些，比如说价格的因素，或者是品牌的因素。所以说，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之下，当你的创新的技术是被仿冒的时候呢，你的竞争优势会非常快的就消失了。尤其是这个创新技术，假设它是很有价值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些大公司来说，它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或者是很高的市场策略，比如说它可以一次打开所有的通路，它可以有找到很多的一些行销的管道，去吸引消费者来跟他购买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被仿冒其实是每个创新者最害怕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部分呢？另外一条路就是我的创新的技术是可以得到保护的。一旦我的创新技术可以被保护的时候呢，第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找到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排他权的一个盾牌，它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专利的部分。专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说它是可以禁止别人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只有你才可以去使用，它就是所谓的独占权。它可以为你赢得一个时间，让你可以保持一个市场的优势。因为我们都知道，专利一旦获准之后，它可能会有10到20年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时间。那除了你之外呢，你是可以禁止别人去使用的。所以你就可以设立一个进入这个市场的门槛，让你在市场上是保有一个优势的。另外一个是，它也可以让你有一些获利的筹码，比如说这个专利权的部分呢，这个技术你是可以去卖给其他人的，或者你也可以授权给其他人使用，甚至是你可以很容易找到跟别人一起合作，尤其对一些小公司来说，借由一个专利的保护的话呢，你是有一些筹码跟资本去跟一些大公司谈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你的创新是需要专利呢？它其实有很多个面向。第一个，对于你的员工或是对于你的团队来说，你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就是来打造蓝海的，我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带你们获利，带你们赢取成功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对于新创公司来说，找到投资人，然后获取投资人的信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有申请专利呢，其实你就已经向投资人传递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我的创意是独特的，而且呢，我知道怎么去保护它。因为对投资人来说，假设今天这个技术你虽然讲得非常的好，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它没有一个实质上的保护的效果，也就是说别人也可以去做的时候呢，那么他对你投资的这个兴趣可能就会降低了。另外一个是，当你的创新有专利保护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对你的合作伙伴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的技术是只有你可以使用，
那这个技术可能是非常的领先，所以合作伙伴跟你合作之后呢，他其实也可以从中跟你去共享这一份利益的部分，那么你就会有更多可以议价或者是谈判的筹码。另外呢，在拥有专业这个部分呢，其实你也跟你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同业传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你非常重视这个产品，让他们不要轻易的去使用或是想要进入这个市场来。因为假设说我们今天推出了一个产品，但是我可能没有做专利这一些保护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对竞争对手来说，他就会觉得这个技术你好像不是非常重视，或者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这个技术，对他来说仿冒这件事情他可能一点负担都没有，他就会直接下去了。那这时候你的市场，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你在市场上的优势很快就会消失掉了。那再来一个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客户的情况之下，当你的创新是有专利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告诉了你的客户，你不是抄袭人家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时候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创，也许未必是这么的重要，就是有些消费者还是以价格的方式来做于他要不要购买这个产品的一个方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假设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它就是抄袭人家的，那它的价值或者是对社会上观感来说是比较不好的。那么在它之后的一些行销上，它其实会遭遇到很多个困难的。所以拥有专利呢，其实对树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品牌形象都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说我的技术是需要申请专利的，那么我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专利呢？对，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线上的朋友假设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先打在聊天室上面，那后续 Q&A 的部分我们会再来回复大家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议题来，就是我应该申请什么样的专利？其实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个前辈跟我讲过万物皆可专利。我那时候听到其实有点惊讶，他说我是进到了邪教的感觉吗？但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万物皆可专利的部分是在于说，对于有一些研发，就是一些很有创新的人来说，他其实在这个领域已经经营了很久，所以有一些技术呢，他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很平常，没有什么，根本就不需要去申请。但是我们其实有遇到过很多的情况是，很多人还是把这样的一个技术拿去做专利申请，而且核准的。那这时候我们客户就来抱怨说，这个技术为什么可以准？它好像业界人都是这样子，就是都可以使用，或者是它就是业界的一个普遍会使用的部分。那其实有时候专利它在保护上，它还是有一些技巧的，或者是说它或许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对你来说，因为你对这个技术是非常的熟悉的，但它未必是一般人的通则。所以在专利上呢，其实有很多技术是可以去做申请的。那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或许也可以找一些事务所去做讨论的部分。那么我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可能要想清楚我们这个创新结果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我在工作的这些情况呢，其实遇到过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说，我是要申请专利，然后讨论了非常久之后呢，才发现，他其实想要申请的是商标，或者有些客户可能会说，我想要申请的是软体方法这个类型的，但是到后面呢，其实他想保护的只是他的一个程式码的内容，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去做著作权的保护了。所以有时候有些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对
制裁权没有那么熟悉的个人或是新创公司的人来说呢，往往会把专利、商标这一些技术去做混淆。所以我们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创新技术，应该说制裁部分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商标权，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尤其假设各位有听过我们6月底的一个商标课程的话，对它可能就会非常的了解。就商标呢，它事实上就是表彰一个服务的来源，就是消费者看到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图形，甚至是声音、颜色这一些类型的部分，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产品或这个服务是谁提供的，那就是商标权的用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后面会介绍，就是专利权的部分。它保护的是有关自然法则的一个技术手段的一个呈现。那怎样算是自然法则的部分呢？它其实有蛮多是可以去讲的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做这么深入的探讨，因为假设各位有需求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比如说找事务所的部分去做讨论，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了解。那一般来说呢，像这个专利权，它其实很奇妙，它是一个美国的专利，它就是一个人呢去转动前面的转轴之后呢，后面就会有一个很像鞋子的部分去打他的屁股。我们就会有时候看到这个专利就觉得，好像很荒谬的感觉，就是这样也可以取得专利，但它这个东西其实用在像是美国，我们都知道像大学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兄弟会或者是一些姐妹会，那可能入会有一些仪式，那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娱乐的部分，那就会有人把它拿来当做专利的申请。所以就像前面讲的万物皆可专利是一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裁权部分，另外就是著作权。著作权可能大家其实比较常听，也比较容易了解，它就是保护跟艺术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是图画啊、雕塑这个类型的。那当然它有非常多一些比较细节的规定，那我们这边也都先暂时不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很多新创公司的人或者是研发者都会跟专利就是比较常会在中间做取舍的，就是营业秘密。那营业秘密呢，其实它也算是创新技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样的技术算是营业秘密。第一个，它得是个秘密。我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客户他们来做专利申请的时候，那因为专利是需要写说明书的，那有时候会跟他讨论一些细节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他不想要写进来，或者是这个部分呢，他不想要公开。那有时候往往会造成说，我一个说明书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写到，因为他都想要当作是营业秘密保护。但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去跟他问说，那你这个产品卖出去时候，别人如果买来的话，可以知道怎么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当做营业秘密，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秘密性的存在。另外一个是这一个资讯，就是它可以当做，它可能真的是具有秘密性，但它必须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价值。如果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价值的话呢，它可能就只是一个秘密而已，它也不能够当作是一个营业秘密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那最后一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保护措施。如果说今天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营业秘密，但是这个资讯你可能也没有做任何的管理，就放在桌上，任何的员工甚至外面的客人走来翻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内容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它也不能够当作营业秘密去做保护。所以说，简单来说，假设你的创新技术它可能真的是技术性的情况，那么在专利跟营业秘密的选择上，只要是别人没有办法透过你的商品或者是透过你的服务知道这个技术内容的话呢，你就是真的可以选择你要用营业秘密去做保护或者是做专利的部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就这个技术本身可能没有什么秘密性的话呢，那么通常就是只能
做专利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好，那在做假设我今天这个技术呢，我的确知道说它是可以去做专利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可以去，就是比较建议各位去做一个专利的申请。那就我工作的情况中呢，普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4个情况。第一个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创意提案，对于一些大公司来说，它可能希望有比较高的专利量，它其实是会很鼓励它的员工去做一些创意的提案，然后去做专利的申请。那所以说创意提案呢，它可能不会用在你的商品上，会不会使用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大公司这样子去做专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它一个商业考量。但如果是对于个人或者是资金比较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的这些小型的企业或是新创公司来说的话呢，不确定会不会使用的创意提案，它可能不会是你去做专利申请的首选。那另外一个情况呢是，假设你这个专利的这个创新的技术呢，它已经商品化了，而且它是已经有在市面上做公开的销售了。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不是，它可能也不是你去做专利申请的一个好的标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专利呢，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在审查过程中，它是需要具有新颖性的。所谓的新颖性，就是说在你申请之前是没有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当然会有例外，比如说就是新颖性的优惠期，这个是例外的情况。那我们这边讲的其实就是排除掉这个例外，就是说假设这个产品是已经公开去做贩售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也不会是你做专利申请的一个好的选择。那所以说怎样的创新技术是比较适合去做专利申请的？第一个是你已经确定会使用到这个技术，但你可能只是还没有去用它。那因为你已经确定你会商品化了，所以说那也就表示说你其实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技术呢，从你研发完成到你商品化，它可能实际上是比较短暂的。那这样的技术其实是鼓励去做专利的申请，因为至少你不会说我今天申请了一个拿到专利权之后，可能要过个好多年才真的在市场上去做一个行销。那这时候其实因为专利它保护的时间毕竟是有限制的，那等于你中间这段时间都浪费掉了。另外一个情况是我是依照客户的需求去研发完成的，就是比较类似像 ODM 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其实也会建议去做专利的申请，因为跟前面一样，它同样是比较快就会去商品化，就在市场上做推广。因为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专利呢，它事实上就是我个人认为啦，它就是商业上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商业手段呢，主要就是要帮助你获利。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真的可能是比较有机会商品化，让你可以快速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就会比较建议它是可以去做专利的一个申请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今天我已经知道这个创新的技术是可以去做专利的申请的，我也准备要去做申请的。那我应该要申请哪一种类型的专利呢？以我们台湾来说，目前专利的类型大致上可以分成就是发明专利、新型专利跟设计专利这3种。那部分国家呢，可能只有发明专利跟设计专利，比如说像是美国，它就没有新型专利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了。那这3个制度呢，它们保护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说，发明专利保护时间是最久，大概是20年左右。那新型专利呢，可能就是只有10年。那设计专利呢，目前普遍来说是保护15年，像台湾早期是比较短，后来是把它延长了。
但是在一些例外的国家，比如像是欧洲共同体或者是英国这一类型的呢，他们的设计专利其实是可以保护到25年。那这个可能就是因应各个国家有一些不同的规定啊，但是大部分来说，这3种类型的专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保护年限。那今天我有一个技术，我今天想要去申请专利的话呢，我要怎么选择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技术它涉及的，就是你想保护它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想要保护的这个技术呢，它是因为你觉得它很漂亮，它造型感觉是可以吸引的，一推出之后呢，会得到现场人的青睐，这种跟视觉美感有关的，那基本上来说呢，它就只能够申请设计专利，这是比较好区分的。所以换句话来说，只要你想要保护的这个技术呢，跟视觉美感无关的话呢，那你就是可以去申请发明专利或者是新型专利。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在设计专利跟新型发明之间呢，还是有一部分重合的部分。一般来说，设计的美感呢，它可能比较涉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产品的外观造型。但是外观造型除了真的是有美感之外呢，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机能性的诉求。例如说，像图片上我们看到这一个滑鼠的部分，可能它的这个造型呢是符合人体工学，让你可能比较好握持这个类型的。那这些跟机能性的诉求有关的技术呢，它也是属于可以申请发明跟新型专利的范畴。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发明专利跟新型专利，它们其实是有部分技术是可以重叠的。一般来说，除了法律规定，比如说像是软体方法、制成或者是组合化物这个类型是没有具体形状结构的技术，它就只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之外，那么剩下的技术呢，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选择申请发明专利或者是新型专利。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今天要考虑我们要申请哪个类型呢？第一个，假设你的技术就是跟视觉美感有关的，那么不要怀疑，就是设计专利，它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是假设它如果跟就是视觉美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是属于法规规定只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话呢，那么你也就只能够选择发明专利。那剩下来的就是可以选择发明专利，也可以选择新型专利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呢？第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专利它就是一个商业手段，所以我们要选择发明或新型，要考量的就是你要先知道你商业上的诉求是什么。假设说今天这一个技术你是用在你的主力产品上，就是说这个产品呢，它可能是你公司主要的获利来源，或者你的公司可能就只卖1-2个产品这样子，那少这个产品对公司的营运来说可能就会很辛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申请发明专利会比申请新型专利来的还要好。第二个是假设这个产品呢，这个技术呢，它在市场上获利的时间是非常久的，可能超过了10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申请发明专利同样会好过于申请新型专利。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有看到的，我的发明专利呢是可以保护20年，但是我新型专利只可以保护10年而已。所以假设这个技术它的获利时间可能很短，大概5-6年就结束了，那么你去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对你来说可能不太划算。但是如果它今天在市场上它的就是它的获利期时间是非常长，可以超过10年，无论这个技术是困难或者是简单，但它的获利的寿命非常长的时候呢，那么选择发明专利是最有利的。因为我们很常遇到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客户可能一开始为了经费的考量，他可能就申请了新型专利，因为新型专利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另外一个是他也不确定他这个东西到底
好不好卖，所以他就会觉得10年时间好像是足够了。但其实有时候很常遇到的情况是在于，我今天的东西推出来之后，我可能需要行销，我可能需要在市场上酝酿一段时间，才会真的得到我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可能或许好几年过去了，等到你真的在市场上获利的时候呢，这个技术也许只剩下个差不多3-4年或者2-3年左右的寿命。那这时候他就会很想说，希望可以拉长这个时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专利跟商标不一样，它是没有办法做延展的。一旦到期之后，它就会变成公共财了。所以说，假设您评估说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获利寿命很长，那么就要选择发明专利。那最后一个是假设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的技术领先性是非常高的，对于目前现有的技术水准来说，它其实是超出一大截的。像这样的一个技术呢，通常申请发明专利呢，也会比申请新型专利来的还要好。那我们后面针对这个部分呢，再逐一跟各位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是主力产品的部分。为什么申请发明专利比较好呢？会牵涉到它的制度的关系。第一个是发明专利呢，它是采用实体审查制的。也就是说，审查委员呢，他今天必须要先审查过你的技术内容，它是真的有效的，他才会把这个证书给你。所以你在拿到专利权的当下呢，你是可以向别人去做主张权利的。那一个有效的专利权呢，它有哪些好处？第一个是它可以吓住你的竞争对手，因为当你有专利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其实就是告诉了你的竞争对手，你很重视这个产品，无论你会不会后面去做一些提高这些诉讼的动作，因为其实台湾人不是很喜欢上法院的，但是无论你会不会这样子做，至少别人看到了他就会有点担心，他就不太敢随便的去仿冒你的东西，或是进到这个市场来。另外一个是它可以保障你的收益来源，因为当你有这个事实上有效权利之后呢，我们这边提到的专利它是有独占权和排他权的，所以变成这个技术呢，只有你能够做，那其他人都不能做，所以你的收益来源其实是会比较有保障的。那最后一个是你可以提高你公司的价值，因为当你拥有专利权的时候呢，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公司其实是在这方面是很努力的，而且因为你拥有了专利权，你是可以禁止其他人可以做或不能做的，因为你可以选择你的合作伙伴，你也可以选择把谁拒在这个市场之外，所以对于你的公司来说，你的价值是提升的。那新型专利呢，因为它是采刑事审查，它是没有经过实审的，那所以说在这方面它的效力其实是相较于发明专利来说是会来的比较弱，所以对于公司主力产品来说呢，你要申请新型发明专利是是比较好的。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专利在做审查的时候呢，它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知道审查委员也是，虽然说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有些审查委员他可能是毕业之后他可能很幸运就考上公务员，就开始做审查委员的。那或许要在业界待的时间不长，或者没有待过业界，所以说很多在审查上可能未必会跟实际情况相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申请专利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审查意见是你觉得这个专利不能准的。那发明专利因为是采实审制，它有个好处是，它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让你去争取这个权利是有效的。比如像发明专利，它可能目前会有所谓的申复，会有再审查，会有诉愿跟行政诉讼。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审查过程中，假设你的专利被核驳了，你很不服气，你有非常多的机会跟管道可以去争取，让这个专利呢是最后是变成有效的。但是新型专利呢，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了。主要的原因是，当然就是新型专利我们在做主张权利之前是需要做一份技术报告的。那技术报告呢，
其实会相当于发明专利的实审，就是说审查委员就是官方这边呢会去审查你的这个资料是不是有效，那他会给你一个评价，告诉你说他觉得有效性是高或者是不高。但是技术报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是它是属于参考性质的文件，也就是说呢，它做出来的结果无论好坏，它不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你是没有一个救济的管道去争取权利的。那当然以台湾目前来说，假设你的技术报告的评价是不好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去跟审查委员做一个申复的动作。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审查委员多半也不会去针对你的申复内容做任何的回复。那这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个情况，在于是可能这审查委员误解了我们当初申请的意思，导致我们这个评价是不好的。那这时候就会变得很麻烦啦，因为台湾的技术报告是会公开在网络上的，也就是说你的竞争对手他是可以看到这份技术报告的内容，对他来说一看，技术报告没有效，那就表示他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做这样一个类型的产品。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只能透过诉讼的方式去推翻这个技术报告。那这样的机会有没有呢？其实有的，因为像我们公司其实曾经也是透过诉讼的方式去推翻原本对我们不利的技术报告，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能说非常的常见啦。另外一个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非常的辛苦，因为对法官或技审官来说，他们会认为说这一个技术在当初的技术报告中其实是已经被审查过了，那后面要再做推翻呢，就必须要有一些比较有力的论证才有办法去推翻这一份技术报告。所以说假设这个创新技术呢，对公司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很主力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的话呢，那么发明专利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后面提到就是有关市场获利寿命比较长的，那它的好处在于是它可以巩固你在市场上的地位，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发明专利保护的是20年，所以我们想想看，假设说在这20年之内都只有你能够做，跟新型专利可能保护只有10年，跟10年之内只有你可以做，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其实会差别很大的。另外一个是它也可以抑制你的竞争对手。有时候我们很常遇到情况就是说，你的竞争对手呢，其实他也会注意到你有申请哪一些专利，以及你这个专利的有效期还剩下多少。那可能今天你申请了一个新型专利，那或许等到大家到期了，也许前1-2年，竞争对手就会想说，这个专利要到期了，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市场上的布局啊，或者研究什么的。那但是假设今天你的专利是发明专利的时候呢，它比新型专利硬生生就是多了10年的一个保护期。我们都知道，就是商场上的变化是很快的，有多少的产品真的可以这样子红的到再等一个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竞争对手的。那这时候或许反而你的合作伙伴会变得比较多，因为当这些公司是必须使用你的专利又绕不过去，那你的时间又非常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会比较倾向跟你寻求做合作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回报其实是会比较高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其实是多了10年的一个获利的时间，那所以说它的整体价值就会变得非常的高。所以说假设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的市场的获利是很长的时候呢，那么选择发明专利其实是会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发明专利呢，它是采实审制的，所以它要经过一个审查的时间。那以目前台湾来说呢，大概一件发明案可能接近15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但是在早期，就是我入行那几年的时候，甚至是现在有些国外，他们一个发明专利审查时间都很久，可能都要2-3年。我甚至有遇过德国或是巴西的专利审了7年，然后才核驳。你看7年的时间，等于是就算是发明专利，几乎一半的时间都过去了。那所以说，对于市场获利比较长的技术来说，其实它是等得起前面的一个时间的。因为假设是申请新型的话呢，可能等到你拿到核准证说，当然因为现在新型是采登录制的，那所以其实蛮快就可以是拿到一个证书，大概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有些国家他们的新型还是采用实审制，比如像韩国这个部分。那有时候假设你真的是要等到中间的时间，其实也真的是等不起来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耗费啦。好，那所以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技术领先性高的这个部分。当你的创新的这个部分呢，它的技术是超过现在的水准一大级的时候呢，其实它很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业界的标准。那同时呢，因为这个技术可能是真的很新，目前可能没有其他同质性的技术是可以追得上你的。那所以你在对于你的一些不管是合作伙伴或这些竞争对手来说呢，你其实是有比较高的空间可以去跟他们讨价还价，或是去争取你的利益这个部分。那最重要一点是在于是它可以降低你诉讼的风险，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为当你的技术领先性非常的高的时候呢，申请发明专利，因为它保护的时间很长，那所以对于一些竞争对手来说呢，他可能在这段时间真的是很难去做回避的，那他可能就比较不会对你去提起诉讼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是同一个，比如像现在智慧型手机好了，它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个专利在里面。今天不止你申请专利，你的竞争对手也会申请专利，他可能也会透过这样一个专利的一些诉讼的方式去对你做打压。但是当你有一个技术，它可能是非常超前的，然后你又是申请发明专利的话呢，因为它的时间很长，那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降低他对你提起诉讼或是发生争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一般来说，技术领先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技术呢，也会是比较建议申请发明专利的。那我们前面这边提到，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要申请哪一种类型的专利之后呢，我应该要怎么准备专利的申请资料。那其实我们要了解的是，专利呢目前的审查都是采用书面审。所谓书面审的意思呢，就是审查委员呢，其实他不会要求看到你实际的产品，你也不用做出一个实际的样品拿面前操作给他看，他通常都是来看你递进去的这一些说明书的资料，去决定说你到底可不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所以说说明书的充分的一些技术内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说明书里面呢，其实是会有一些这些段落的资讯。第一个是我们在准备这个专利申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很详细的去描述我的动机，我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技术。第一个是我可能是为了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或者说呢，我可能是为了达成一些特定的功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必须要很详细的描述出来。那它的好处在于是，审查委员呢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呢，可以知道说，你后面写的这个技术的确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或这些好的功效，那你的进步性就会变比较高，它可以就是对于争取专利上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同时呢，它也可以让事务所人去了解到说，你这个技术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研发出来的，
那我们在做这些说明书的撰写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在后面怎么去强调和凸显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前案的资料，就是我们在研发一个技术的时候呢，比较少数会是无中生有啦，通常我们可能会借鉴很多现有的一些文献或资料。那这一些资料出来呢，其实也可以帮助事务所人或者是审查委员去了解到现有的技术跟水准大概是在哪些部分。尤其我觉得对于跟事务所讨论过程中，前案资料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保护的，那么他就可以说我在主张我的保护范围的时候，可能写得太大，把一些现有的技术都涵盖在里面了。那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实施力。因为我们知道专利这个审查委员他其实是看书面上的资料去确认说这个技术到底可不可行，所以你的实施力呢一定要是非常的明确，至少理论上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例如我想前段时间可能比较流行就是有关于 LK99 就是常温常压这个超导体的部分。这个那时候推出来，我想这个技术韩国那边公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它详细的提供了它的实验和制作的过程。那它有一些数据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可行，感觉韩国就是要拿到一个诺贝尔奖的感觉。但我们当然知道，后面在实际操作上，它可能其实没有那么的可行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专利是属于书面审的部分，审查委员他其实并不会实际上的去做这个实验的结果内容，所以如果说您提供这个实施的部分呢，可能是非常充足完善，至少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那它在获得专利上就会比较有机会。所以一个具体的实施力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有关于一些实验的测试结果，假设说您这一个技术呢，你有做一些实验数据，它可以凸显出你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功效是很好的，对于取得专利权都会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是 3D 的图档，因为有时候像有些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像是装置或者是机台这个比较大型的部分，我们在做说明书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根据你的内容去提供不同的面向或者一些拆解，它可以帮助审查委员很快的去了解你这个技术真正的想要保护的地方，或是它运行的这些互动关系是什么。那它对于争取专利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假设说你的有时候缺少了一些图片上的演示，因为并对审查委员来说，他只是看着这一些文字去想象你的技术是怎么运行的。那缺少的图面的话呢，可能会让他理解错误，或者他根本想不出来。那其实就会增加到你这个申请过程中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有个 3D 图档给事务所其实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最后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会议的讨论时间，因为有一些在我们今天中有一些，尤其对一些大公司的研发人员来说，申请专利可能是一个额外的工作，跟它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往往不愿意拨出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个讨论。但其实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专利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它要核准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所谓的新颖性，比如说在你申请之前呢是没有这个技术的。换句话来说，你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呢，这个技术应该就是这个业界的 top， 它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技术。所以说除了你之外呢，应该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和熟悉这个技术了。所以相较之下呢，假设今天你可能提供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或内容的话呢，那
你要事务所的人或者要审查委员可以去理解这个部分，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难度存在。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你的权利就是靠这些说明书的内容去得到保护的，所以当一个写的不好的说明书呢，就像一份不好的合约一样，它可能对你的权利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像这一些发明的动机、具体的实际的部分，其实都是需要很充分的提供出来才会比较好。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会有疑惑，想说，假设我今天都要提供这么完整的资料的话，那我还需要找事务所做什么呢？其实事务所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帮你规划好一个申请专利范围。一个完善申请专利范围呢，其实对于你争取权利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份专利的说明书，它不仅仅是一份说明书而已。一旦它核准了以后呢，它就相当于你跟政府打了一份契约，所以你在主张权利上呢，完全就是依照这份契约上面的文字内容去做保护的。那所以说，你的这个保护范围有多大呢？完全就是透过这些文字来界定出来的。那我工作过程中其实很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发明人会希望你的范围不要写得太清楚，他说可以将写得模糊一点就好。那这个是一个蛮奇妙的现象啦，因为对于法律来说，它其实没有保护一个模糊的界限。当这段叙述是模糊的时候呢，那就表示它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它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不明确被核驳，或者是真的核准了之后呢，那么法官或者是你的竞争对手对于这个权利是有不同的解读，那它可能都会影响到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获得你真正想要的一个保护范围。所以说，找事务所的好处在于是，当你前面有这些充分的资料之后呢，我们可以界定出一个范围是明确很大的范围，或者是一个明确很小的范围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专利它的用语呢，其实是它跟我们一般可能跟人家沟通聊天什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是很精准的，因为你必须要透过文字去界定出这个范围来。所以假设在描述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的时候呢，它的范围其实就会不一样。就像中国就是白马非马这样一个很哲学性的问题，就是白马跟马，它们两个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界定范围。比如说今天可能黑马，然后黄马、红马这个类型，它都是属于马的这个范围，但是白马跟黑马什么，它们就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专利范围上面的界定，其实对于你日后主张权利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前面大概就是介绍一下专利可能会有的制度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一样就是可以把它打在聊天室上面。好，那我们后面会再回复给大家。那这边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天已经整理好这一些资料了，我也确定要申请专利了。那我应该选择申请哪一些国家呢？我觉得在选择申请国家上，其实大家考虑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申请专利它其实是，尤其是国外来说，它其实是一笔蛮大的一个花费的开销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有个专利申请，我可能今天应该是说，我今天可能研发出一个技术之后，我觉得这技术超棒的，一定可以带来很大的获利。很多发明人或者是新创公司的老板可能希望在全世界都可以得到保护，但是在全世界得到保护呢，他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资金到底充不充足。很多时候
要在哪些地方去做专利的申请呢？它可能还是得回归到现实，毕竟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投资者帮你去这个梦想去做买单的动作。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要了解一下专利它另外一个特殊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属地主义。比如说今天专利呢，并不是说你今天可能比如说你跟在台湾申请一个专利之后呢，你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保护跟主张，是没有的。专利呢，你想要在哪里得到保护，你就必须要到当地去做申请。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在美国主张我的权利，那我就要到美国去申请专利。我今天想在德国得到保护，那我就要到德国去申请专利。所以专利是属地主义的。那一般来说，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呢，通常我们会比较建议的第一个地方是生产地跟主要的市场销售地去做专利的保护，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呢，你拥有专利保护的时候呢，你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去吓阻你的竞争对手，去建立一个市场的门槛。那在资金在更充足的情况之下呢，或许可以针对一些次要的市场的销售地去做保护这个样子。因为专利在申请上呢，它其实都会有一个隐性的问题，就是它的费用并不是说我今天支付了一笔费用之后，我就可以持续的得到保护了。它可能包含了你一开始的申请费用，你中间拿到专利的年费，以及你最后要维护权利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费用的产生。那我们这边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申请费的部分，它就像是一个入场的门票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有了一个创新的技术之后呢，我先在台湾申请了一个专利，那我在台湾我可能需要支付一个申请的费用，那支付律师的费用，然后呢我可能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了核驳，我还需要去做申复，去做再审查这些部分，林林总总加下来，最后很好的我拿到了一个专利权，我可能就需要去缴纳这样的一个领证的费用。那当我这样的专利之后，我想要到其他国家去做申请的时候呢，同样的这些费用它都会重复的再发生。尤其国外的部分呢，它还需要支付给国外代理人的费用。那目前来说在专利申请上呢，台湾跟国外的费用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蛮大的落差存在的。有时候你看着国外代理人收的费用和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我们很像是台湾这个部分呢，很像是在入口的卤肉饭一样，国外就像是胡须章卖出来的卤肉饭一样，它的价格其实是差距是还蛮大的。另外一个是我今天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呢，我今天要进到各国去了，那么你的文章总是要翻译成是审查委员看得懂的内容，所以说你今天可能到了美国申请，你可能要翻译成英文，你到德国申请可能要翻译成德文，到日本要翻译成德文，那到大陆那边可能要转成简体中文这个样子，它会有一些翻译上的费用的部分。那后面一样就是说我可能根据我申请的类型，我可能要支付申请的费用跟实审的费用。那一样在审查过程中，我也许遇到核驳，那就像一开始在台湾申请的一样，我可能呢还需要再支付答辩的费用，到最后核准领证。所以它的费用其实是蛮高的，尤其对于就是得到一个国家的专利权来说，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国家单一件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而已。所以当你想要在很多地方取得保护的时候呢，那个金额是非常的庞大的。另外一个是，当我拿到了专利以后呢，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我还必须要缴交年费。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跟政府缴年费，每年都要缴，我才可以得到保护。假设我今天我可能5年之后不缴这个费用了，那
政府可能就当做你想要这个专利了，他就不帮你做保护了。那这时候这个技术呢就会变成公共财，大家都可以使用了。所以今天也不是说我今天申请之后核准了，好像就没有事情，我还需要每年的去缴交这一个年费。那我们都知道，专利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预期上来说了，它应该就是最顶尖的一个技术。那随着时间的推广呢，可能其他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的企业，它可能会研发出一些同质性的技术，比如说同质性的产品或这样的服务呢会变多，这时候你的专利的价值就会下降的。所以一般来说，专利的价值呢，它是随着时间逐年下降的。但是年费的部分就不一样，它并不是因为你的价值下降，它就跟你收的比较少。年费的部分呢，反而是逐年的增加。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对官方来说呢，他会觉得你的专利的价值都已经逐年下降了，但是你还是愿意缴这个钱，那就表示这个技术真的很有价值，你也真的获利了很多。所以对官方来说呢，越久就是越后面年次的这样的一个专利呢，它的费用会越缴越多。所以我很常遇到有客户问我说，怎么今年缴的费用跟去年不一样，怎么变贵这么多？像台湾大概是3年左右时间，3年的时间会是一个年费增加的区段，一直到10年之后就没有再做调整了。那从一开始跟最后面年费可能就差了好几倍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当这个技术我希望它保护越来越久的时候呢，你其实需要准备的金额也会是越来越高的。好，那后面就是有关维权的部分。维权的部分呢，它其实也会是很大的一笔的支出费用。我们知道专利呢，它是属于无体的财产权，它跟一般实体的财产权不一样，它是透过实施去拥有这个权利的。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这个权利之后呢，并不是说躺着好像就可以开始获利了。除了我实施之外呢，我还要避免别人去实施这个技术。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有一些维权的手段，那它都会是一笔花费。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通常在维权的花费上呢，第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技术有没有竞争对手在做，所以我可能要去监控跟搜寻一些市场上的产品有没有出现是使用到我技术的产品，以及我可能还需要去注意一下我的竞争对手他申请的专利有没有类似技术的专利。因为假设说你的竞争对手他今天申请的专利的这个产品的效果或者是领域其实是跟你的接近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也不能说，应该是说就表示他日后推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呢是有机会踩到或者侵害到你的权利的。那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定期的有一些不管是时间或是金钱去做这样一个搜寻的动作。另外一个部分是专利标示的部分。那其实在目前专利法来说呢，它其实是有规定，就是说你的产品上是必须打上专利号，假设你有专利权的时候。但这个目前来说也不算是硬性规定的。在100年之前的法规呢，它其实是有规定说，假设你的产品没有打上专利号码的时候呢，是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但这个法规后来修掉了，目前来说它其实没有强制，就是损害赔偿的请求呢，跟有没有标专利权，它没有把它限制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专利法是有规定，就是假设今天别人是故意或者过失侵害你的专利权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是你在请求损害赔偿的时候呢，是必须要举证的。那
法律上我觉得大家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所以举证其实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的对手一定会说我就是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他会有很多的理由，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专利权这个部分。所以专利的标示呢，它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降低你的举证责任，因为你都标在产品上了，你今天对手没有道理说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这样的一个技术是有专利权的啊。客观上来说，他们其实是应该会注意到市场上流通这一些部分，所以他要主张说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有专利权的，他不是故意去仿冒或侵害的部分，会变得比较困难。所以专利标示的重要目的在这个地方。那它标示的方式呢，并不局限于在说只能在专利产品上去做标示，因为有些专利产品可能真的很小，比如像是连接器或者是晶片，这个很小，它光是连打上商标可能都没有空间的，何况打上一串专利号码的。所以说，假设产品上是没有办法打上号码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在包装上面或者是网站上面，就是只要是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专利权的部分是都可以的。那另外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施行细则里面呢，其实也有规定说，假设今天你这个专利权是已经消灭了，或者是已经被撤销确定的时候呢，你是不可以在上面打上专利权的号码，专利权的号码啦，就是避免怕人家误导人家说，这个产品好像目前还有专利权存在一样。但是在你消灭之前呢，已经留在市场上的这些产品，其实就不会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就是提醒大家的地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维权上面呢，就是真的要跟对方开始针锋相对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会去做发送警告函的动作。这种警告函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些费用。第一个是，假设你的这个专利是新型专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新型专利是刑事审查自登录制的，它的权利是还没有被确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必须要先跟官方申请技术报告，确定你的权利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的。在有效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去做发函的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技术报告的话呢，其实目前的法规是不能够去做发函的这一个事情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发函之前呢，虽然你的技术报告可能是有效，就是以新型来说啦，发明当然就因为它有经过实审嘛，本来就是可以发。但是你的权利是有效的情况之下呢，对方的产品是不是真的侵权还很难说，所以你可能也需要有个花费去做一个鉴定报告，鉴定说对方的产品的确使用到你的专利的技术。那这时候呢，你去做发函动作可能才会比较是理直气壮，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假设你没有进行到这一些程序的话呢，可能专利法规里面是没有明确的法则，但是你可能会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一个情况的问题。尤其在早期新型专利最早期有时候像比如说在专利还没有除罪化之前，或者是10年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发警告函的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频繁，那甚至不只会发给制造厂商，有的根本就会跳过生产者直接发给客户，去扰乱市场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才会有很多的规定，是公平交易法部分会针对发函的这个地方呢，它都会有要求，有很多先行的一些程序的部分。那这些呢都会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费用，尤其是假设你要发函对象不止一个的时候，甚至是你的产品或是技术不一样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都要重复再去做一遍。那最后当然就是诉讼了。
在维权上诉讼就会是一个很强硬的部分，它的费用当然就会非常的高，除了光是律师费的部分，可能当然大家收费不一样，但是它的金额就是不会比较低。那所以说在维权上呢，这些事项其实都会花费非常多的金额。那尤其是一旦进入到了警告函跟诉讼阶段的时候呢，这时候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专利权是会被挑战的。假设你今天是专利权人的话呢，你今天告了对方，对方想要避免损害赔偿，那通常他的手段就是他会主张你的专利是没有效的，或者是他的产品是没有侵权的。那在主张你的专利是没有效的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就会对你做举发的动作。这时候呢，你势必要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回应。有时候运气比较不好呢，可能真的被举发掉了，或者说你的范围需要去做限缩的动作。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后面，不管是诉讼结果，或者是你跟对方请求的一些结果，或是侵权的成功率，可能都会有这些部分。那所以说，在维权上呢，除了前面我们可以主动做的事情之外呢，往往我们可能都会有额外的费用，是用来维护我们的专利权是实际上有效的这个部分。那好，那除了前面这个地方以外呢，我们后面介绍就是说，今天已经确定好，我已经了解到有这一些费用的发生了，那我可能可以承担的这个部分呢，那我就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到各国去做申请的动作。基本上每个国家申请的流程都大同小异，就是缴交了申请费用之后呢，等待官方的结果，那可能视需求再去做后面答辩、领证、缴年费的这一个程序。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些可能是国外比较独有的一些制度。第一个是美国的临时专利申请案，这个制度呢，目前来说是美国才有的制度。它的好处在于是它可以帮助你比较早的拿到一个申请日。我们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大公司的部分，它可能研发出了一个技术之后呢，但是它的这个技术呢，事实上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的专利去做保护的。但是我今天要划分成不同专利的时候呢，我可能需要经过比较多次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开会讨论，去确认说，我哪一些技术是可以单独划分出来做主张的。另外一个是针对每一个划分出来的部分呢，可能要额外去做一些说明书、撰写什么，它其实是会占用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度竞争的技术领域来说，你在研发的同时呢，其实其他人可能也在做类似的研发，所以可能差个几天、1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许你就会丧失一个申请专利的机会了。因为像我就实际有遇到过情况，就是我们跟别人的专利的申请日呢，可能只有差不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有机会发生的。那所以美国呢，它有一个所谓的临时专利申请案的制度，就是说你今天可以不需要一份应该说你今天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说明书，是可以不需要有申请专利范围，你不需要告诉官方你想要保护的范围是什么，你可以你只要完整的记录下你的这些技术所有的内容，甚至是必要的图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说明之后呢，你就可以递交给美国官方了。那官方呢，他也不会去做任何的审查的动作，只要你在1年内，就是12个月时间之内呢，你去申请一个正式案，那你的正式案呢是可以主张这个临时案的优先权的。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有1年的时间去好好的规划你想要保护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美国临时案的部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知道你想要保护的技术内容是什么了，你也可以去撰写出一个稿，就是时间上不会差异太多的话呢，那么也就不见得会需要去走临时案的部分，因为临时案它也是有一笔费用的地方，尤其是像比如说对于台湾来说好了，我今天在申请临时案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可以直接用中文的方式递交寄去，但是日后当我要转正式案的时候呢，往往我还是需要去做一个翻译的动作，让审查员可以知道说我的这一个正式案内容是没有超过临时案的申请日，没有超过临时案的揭露内容，这时候我才可以享受到这一个优先权日的部分。所以临时案的部分呢，各位可能就可以看一下你的需求部分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制度。那另外一个是 PCT 的部分 ，PCT 的部分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一个世界专利的这个部分，那是因为它的确有非常多的缔约国，大概有140多个国家，几乎全世界的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囊括在内了，所以有人就会说，它就是一个世界专利这样子。但是这边要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 PCT 的这个制度呢，它最大的好处是它的优先权日非常的长。一般来说，我们今天假设我今天在台湾申请之后，我要到美国去做申请，我有12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去，我有12个月可以让我去做这个申请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今天台湾申请日起算超过12个月，我在美国申请可能就不能主张台湾的优先权，但12个月之内呢，我都是可以主张台湾的优先权的。那这时候我的美国案在审查的过程中，审查委员找的前案，他必须要以台湾的申请日为基准，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说你在从台湾到美国这段时间有人插队申请，害你没办法拿到专利权。那有些技术呢，它可能是一个很原创的技术，申请人可能很有野心，要在全世界布局，这时候12个月就不是一个很足够的部分了，因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到每个国家申请，它都是要一笔很庞大的资金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各国申请也会有一些很琐碎的一些程序的部分，所以这时候 PCT 的好处就出来了，它有30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你好好的去考虑你要到哪些地方去做申请，甚至你可以利用这30个月的时间去筹措募集你的资金，好去做后面的布局。但是它有一个 PCT 还是有一些缺点，就是第一个是它的费用比较高，我们所谓费用高的原因不是它申请起来很贵，而是它其实对于你要取得各国专利来看的话呢，它没有任何费用上的优惠或者是减免。举例来说，我今天可能想要在美国、日本跟中国取得专利权，当然这个国家数量很少了，我们举例而已。那我今天在这3个国家去做专利申请的时候呢，我要分别缴交美国的申请的费用，那日本的申请费用和中国的申请费用。但如果我今天是申请 PCT 的时候呢，虽然说我一样指定这3个国家，那我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呢，我要先缴交一笔 PCT 的申请费用，等到我要进入这3个国家去做保护的时候呢，我同样再缴一笔美国申请费用、日本申请费用跟中国申请费用。也就是说，在整体花费上，除了我原本就要缴的各国的费用之外呢，我还得额外多缴一笔 PCT 的申请费，所以它的费用实际上是比较贵的。如果大家没有实际上需求的话呢，不见得要走这个部分，因为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PCT 的审查结果对各国是没有拘束力的。换句话说，今天我申请的 PCT， 我也请求了国际初审， PCT 里面的委员告诉我说，
你这个技术是有新颖性，是可以核准专利的。他们呢会把这样的一个结果给你指定的国家，比如说给美国、给日本、给中国这样子。但是因为专利的审查还是以各国为主，所以说有可能美国或日本法委它其实是没有认可 PCT 这个国际初审的结果，它一样可以核驳你的专利。也就是说，它做出来的结果并不能，就算结果是好的，也不能保证你一定可以拿到这个专利权。所以申请 PCT， 除非你是真的有需要使用到30个月这么长的优先权，不然的话呢，不会说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请的动作，因为它的审查结果不代表说你在各国就一定可以取得保护。在目前比较少遇到的情况，其实在我早期的时候呢，很常遇到说有客户申请了 PCT 之后，以为在各国就可以主张权利了，但其实没有，你还是得进入到各个国家去做审查的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跟各位这边就是提醒一点，就是台湾因为不是 PCT 的会员国，所以台湾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直接去做 PCT 的申请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一样可以去做申请的动作了。但因为我们不是会员国，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没办法直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 EPC 欧盟专利的部分，这个是在于说，假设今天我是想要在欧洲做布局的话呢，而且我想要取得专利权的国家其实蛮多的，比如说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就是我可能要超过4个国家以上的话呢，那么走 EPC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个是它的程序很简便，我们所谓程序简便的地方在于是，假设我今天到德国、到法国、到意大利去分别做专利申请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遇到各个国家审查委员有不同的审查意见。那这时候呢，我要争取权利的时候呢，我必须针对德国审查委员的意见呢去做一个回复，法国审查委员的意见我也做一个回复。如果他们两个的引证案或是意见是不同的时候呢，回复的内容是没有办法一样的，那导致说你必须要个别去做这方面的处理。另外一个是答辩的次数跟时间呢也没办法掌握，所以说你会有非常多的心力跟费用是耗费在这个上面的。但是 EPC 这个部分呢，它跟 PCT 不同的地方在于，欧盟专利局呢，它做出来的审查结果是各个欧洲国家都会承认的。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申请过程中，你其实只要面对一个对手，就是欧盟专利局，你只要解决他的疑问，他核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欧洲各个国家去做保护了。所以相较之下，就是我们以从申请到拿到证书这一段整个的费用来看，那但如果说很幸运就是直接就进准的话，另当别论啦。但通常都会遇到比较多次的核驳。那么走 EPC 的部分，当你申请的国家是你想要保护的国家越多的时候呢， EPC 其实是可以大幅降低整体费用的。但是它的风险高的地方是在于目前欧盟这个部分呢，他们今年开始实施的就是单一专利制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说，我今天申请进去之后呢，那么目前我记得是有17个国家是已经有签署这个协议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今天申请进去之后，我可以在这么多的欧洲国家得到保护，但是一旦其中一个地方的专利被人家提举发，那么连带的其他国家的专利权也会跟着消灭，所以它的风险就会变得很高。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是要申请欧盟专利的话呢，这个是需要考量的地方。只是比较新的是，因为目前还是属于过渡期，因为
单一制度这个部分才刚实施而已。所以假设我今天觉得这个风险太高，我觉得太危险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核准之后跳出这个地方，那就会变得像旧制一样，就是说我在各国呢去做注册的动作，那么这时候你在其他国家可能被举发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影响到。举例来说，我今天可能以旧制来看的话，我可能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分别去做注册的这个动作。一旦我德国专利权被人家举发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会影响到我在法国或者在意大利的专利权，这是旧制的部分。那如果是新制的话呢，就会变成一旦我在德国被举发掉了，那我法国或意大利的专利权也会同时跟着消灭。所以目前来说，假设各位有想要去做这一个欧盟专利申请的话呢，那这个制度部分可能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可以跟你们的事务所去讨论一下怎样的一个方式是比较适合的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课程应该差不多，就是跟大家介绍的是专利呢，它其实是有一些使用条款的部分，它就像我们可能常常会花一些 app 或是一些进行什么，我们看到使用条款可能不会很注意的看，常常就忽略掉它了，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这边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就是整理一下，就是第一个，专利呢它是自私的分享，等价交换，它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虽然说我这个权利是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今天想要获得这个独占权的时候呢，代价大于是我必须要完整的揭露我的技术内容，不能够偷偷藏起来，然后又想要一个很大的范围。另外一个是申请呢是需要等待的，但是你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知道专利权呢，它在不管是新型或发明，我今天在取得一个实质的权利上，我必须要去等待官方的结果。这个结果不见得是好的，没有，我想应该每家事务所敢说我今天帮你申请专利就一定是包准的。当然新型专利例外，因为它一定可以拿证书，但实质上有没有效是另外一回事。好，再就是专利的特性就是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它就是属地主义。我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各国的规定去做处理，并不是说我今天台湾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各国就一定会适用，所以呢，才需要有国外代理人或者是事务所部分去帮你做这方面处理和沟通。那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字千金，我们要知道专利范围的部分呢，每个字都是有它的价值的。专利范围规划的大小或者是好坏呢，对于日后权利的主张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可以跟事务所充分的沟通，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专利权它的内容到底是主张什么，它是保护什么这个部分。那就是维护呢是需要成本的，你想要拥有这个权利呢，你是必须要一直缴年费的。因为我也遇过有发明人提到说，我核准之后还需要每年缴年费啊，他以为核准之后就可以直接一劳永逸的。因为像商标商标比较特别，是我今天可能注册之后核准注册之后呢，一缴就是10年的费用，但但专利没有，专利是必须要逐年去做维护的。那当然像台湾比较好是可以一次缴多年这个部分，但这个费用是一定会发生，就是维护上它是需要成本的。那另外一个是捍卫你的专利权是需要手段的，就是你并不是有了专利权就没事的，你还是可能要时时注意你的竞争对手，那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发警告函啊，甚至是做诉讼的这些部分，才能够有效的维护你的权利。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各位假设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把它打在聊天室上面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做个回应的部分。我看一下哈。
那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看没有，他要回答他们之前在那个表单上面的问题。表单上面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们今天的课程应该是大部分都有讲到了，那所以假设或者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说，比如说在后续的问卷部分都可以再告诉我们，那我们这边呢也会再回复给你们，只要你有留下一些可以让我们联络到你的一些资讯的话也行。那因为今天讲的时间也有一点超过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的课程就差不多到这边这样子结束。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次参与这个课程的部分，所以我们上面有个 QR code 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去扫描去做。不管是对于课程内容上，或者是其他一些制裁方面的部分都有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再告诉我们。那我们这边收到之后呢，也会再回馈，就是再回复给各位这样子。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今天的大家应该已经有扫好这个 QR code 的部分了。好。那如果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好，那谢谢大家。